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赵世界什么都聊。今天本来我们要请一个专家来跟我们沟通一下关于这个问了企业的一些上市的会计审查、税务，然后包含这个审计的一个过程。那由于一些特殊的因素今天我们的专家可能没有办法到现场，我们可能在下一期的栏目当中会邀请他上线来跟大家再做一些详细内容的沟通跟交流。老师今天呢，简单跟大家讲讲其实每一个企业它有很多的重点就是我们可能要投资一个企业，或者是我们认定一个企业它标不标准，我们可能有一些法定的这个要求以外，可能还有更多的是需要专业的这个经验来进行实施的。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其实一家企业的年财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就好比说我们今天可能有个酒厂，那么他今天可能要去申请某一些事务的挂牌，假设他到这个新三板或者到某一些国家地区的股票证券行，他去挂牌上市。那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课程也聊到过说，关于企业本身去上任何的交易市场，那企业它本身要 OK 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这个酒厂，我们还是拿这个酒厂来打比喻吧。今天这个酒厂假设它的财务报表，它的很多的东西都很不切实际，或者它一直在亏损状态，只是为了到交易市场来圈一笔钱，或者是想到交易市场来融资，这样是不是对所有的这个投资人，或者是对所有的交易会员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负面？所以不管是在沃伦市场或者是说在其他的股交所，或者是在其他的资产管理的这种交易中心里面进行交易的话，企业本身是相当的关键。一般正常的企业融资条件我们先按条件来看待这个企业先按融资条件来看待这个企业那么正常的银行融资或者是民间借贷融资，其实它的流程跟企业上市审查是差不多的也是在我们的专业名词里面讲到叫做风险控制的这一个机制跟体制。那么企业最标准的正常来讲一个好的企业它基本上要有3年的财务报表。我们就拿香港证交所来看吧。香港证交所目前的上市要求是对每一个企业最少要有3年的盈利报表要有3年那么第1年它的这个要求大概是在500万港币左右就你一定要盈利，第1年最少盈利要在500万港币左右。那么第2年好像印象中老师不敢打这个包票，印象中因为老师也是临时没有做功课，印象中要做到1000万的港币。那么第3年要做到3000万的这个港币的净利润那什么叫净利润？就是我刨除了所有的 cost， 就是所有的成本所留下来的这个部分这个东家的盈利，这个叫做净利润就是我刨除了所有成本，比如说有人工成本我的生产的原料采购成本我的一些相应的开销成本或者是营销成本等等，这些全部刨除以后称之为净利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整个融资的过程当中，企业为什么融资？企业融资无非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我可能需要一笔钱，我才能撑过去，让这个企业继续的存活下去，这是一种融资的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是什么？第二种情况可能是这个企业它本身就已经负债累累，但它需要融一笔钱来偿还过去的这一些债务，然后重新开始这种洗牌的企业有没有？也有非常多。但这种适不适合进到让我们来进行投资？我想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可能对它的一些，或许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我们也不会因为它的不错而导致说我们今天去冒一个风险来投资。但是这样的在任何的交易领域当中，我们在讲风险等于回报嘛但是这种高风险的不太适合我们一般的投资老百姓来进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第3个，企业它真正需要融资，是因为我的生产量越来越稳定，我的
我的这个销售量也越来越大，但是碍于我本身的生产能力或者是我的服务能力，我需要去扩容或者去扩增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我可能会需要一些费用啊来增加，比如说我要增加我的机台啦，我要增加我的生产工具啦，我要增加我的原料采购啦，我要扩展我的市场。那这种可能就是会属于是一个正向的这种融资状态。那么一般银行的风险控制啊，首先除了看它的3年财务报表，其实财务报表里面有很多可以让我们发现问题的数据啊，也可以让我们看到它未来怎么样的一个数据评估的基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要由专业人士来解读啊，这个是要由专业人士来解读。好，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会计财务的这个审计部分。好，第3个，财务跟会计唯一的区别是什么？财务它是包含未来的会计年度的这个策略的，所以在财务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在财务报告里面啊，就是由专业财务报告里面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企业它未来发展的一些蓝图。比如说我在什么时间段，未来什么时间段我可能会增加一些资本，那我的这些资本可能会用在什么地方？那么因为我融了这些资本，或因为我额外投了这些资本，而我的销售量、我的生产量、我的各方面都会朝好的方向去发展。那这个企业就会怎么样？越做越大。这个企业本身就会越做越大。第4个。我们可能会去看到说，进行审计什么意思啊？其实审计是在财务领域当中的一个监察手段，就是我们从没有，从这个企业的发展开始，从没有到它起步，它的初始资金投入，一直到它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或者它在经营服务过程当中的很多关键的数据，都会在审计的情况底下，就浮出到水面来。尤其我们看华人有一个习惯，大部分不能说全部当然大型正规企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很多情况上，如果说我们一般经营的小企业，大部分有一些机构啦，我讲个别的一些机构，很习惯去做2本账。这一本账是给政府看的，给外面的人看的，那另外一本账是给自己看的，给内部股东来看的。所以这样的行为好不好？我觉得不太合适，因为你自己的家族性企业或者是你个体性的企业，你怎么弄，没有人管你因为你不用对任何人去负责，你可能最多就是对税务机构去负责可能你逃税，或者可能你避税，我们讲合理避税吧，你可能合理避税了这可能就是你们的一个财务手段或税务手段。但正儿八经要上升到了交易市场，要接受公众来进行参与的这种企业或者这种商品就不允许这样做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的交易市场会要求一定要有所谓的财务审计机构的这个财务报表的原因也在这个地方通过专业的这种财务审计机构呢来进行审查审计，那么通过这样的审计的一个手段，可以让我们很明白而且很清楚的去看到说这个企业刚开始投了多少钱，那投的这些钱都在做什么在整个分析行业，就是金融行业里面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数据会说话所有的学员们，你们要记这个原则数据一定会说话他会说什么？他会告诉你说这个阶段我投了什么钱，我为什么投这个钱，而且我这些数据的来源又是什么，而且我这些数据可能会告诉我能够去预购未来的一些事实上的发生所以数据会说话数据说的话比人讲的话要老实太多了所以老师很习惯说来跟大家交流，或者是教大家怎么去看数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往后我们会另外再录课程来跟大家去做讲解。好，我们来讲另外一个层面，刚刚讲的是会计的层面它的进出账层面的部分。那刚才又讲到了这个财务的部分，财务它不单纯只是管钱，其实财务更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去审查机制，说这个企业本身的钱的花用的过程，以及它未来花用的计划，
还有他未来花钱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就财务是一个非常关键，对一个企业来讲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职务吧。但是对于交易市场来讲，它一定不能够采用你本身企业自身所带有的这个财务的这个职务所提交的报告，在任何的交易市场是不允许认可的。所以大部分这样的一个交易市场，大部分都会采用第三方的专业财务机构来对这个企业进行财务报表的审查。对于这个企业站在第三方就我们讲第三方专业的角度来替所有的交易会员跟所有的投资会员进行怎么样把关来进行把关。那当然他们提出来的报告也会比较中立啦，就他不用去偏向这个企业他给我的钱比较多，我就为他写了更好的报告。在交易机构里面基本上老师不敢说100%，当然有个别人会这样会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基本上大部分只要是持证的我们讲持证上岗只要是持证的持牌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师审计师他一定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除非这个利大于他的名或者利大于他的权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它不发生嘛，对不对但大部分基本上不会，因为一旦受到了这样的不公平的审查报告，它是要背书的它是要背书的。为什么国际权证交易中心它里面要有那么多的专业机构要进行所有的报告的审查跟签署以外而且它还要背书我们来讲一个，我们来模拟一下假设今天老师是个财务师，老师对了某某的这个企业进行了财务报告的审计跟撰写，就这个报告是我写的，我必须要怎么样？我要路演给大家看说是按某某某企业是本人进行了从什么时间开始进行了什么样的审查工作，进行了什么样的审计手段，最终的报告结果是1、2、3、4、5、6、7、8、9、10，这样清楚了吗？相当于我要去为这个报告背书，我要去为这一份报告怎么样做一份承诺那这个后果很严重为什么说它很严重？假设今天这个财务报告它是个假的，我为了要图利我为了可能这个企业给了我很多的钱，我为了帮这个企业能够去上市场，去上到交易中心，那么我今天提供了一份假报告，并且又有我的这个路演的这个视频，如果有一天发现了假设我们现在按最差的这个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问题，假设今天我们发现这一份财务报告是个假的，你知道吗？我们只要提交这个视频跟提交这一份报告，还有这个过程的事实描述给到了他所在的就属地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你知道他要触犯哪些条例第一，他的牌肯定是没有了经查属实，他的这个牌，他的这个财务师或者审计师这个牌照肯定会被取消了，已经被吊销了吧。第二，它有可能会涉及伪造文书，如果有造成损失的，它可能还会涉及诈骗，可能还涉及诸多种类的罪名都会出现。那我们再反过来想想，身为一个审计师或身为一个会计师，他得要有多大的力，他才会愿意去冒这个风险这个是很关键的好，第三个，我们刚才讲到那冒风险的其他几种情况也会发生它有可能不是因为图这个名跟利还有可能这是我妹妹的机构这是我妹妹的企业，这是我哥哥的企业，这是我姐姐开的公司，我来给他做审计报告。很抱歉在所有的交易中心当中都有一条条款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去看就是只要是近代亲属有关联、有违公平性关联的这种审计师律师尽职调查机构等等之类，只要有关联的，只要有人提出异议的，这一份报告是无效的，他必须重新再做一份报告比如说我的6代亲属内的，跟我是亲属内关系的，跟我是或者是有什么利益关系挂钩的，只要进到举报了，有人举报了那么可能这一份报告就会无效那我们再来讲讲
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看整个的交易流程跟上市过程的详述的部分哦，老师在这边简单的挑3条出来跟大家聊聊。而你会发现，所有的机构在上市的过程当中，务必是经过几个阶段嘛。第一个是企业挂牌嘛，对自身的这个企业进行尽调、进行评估、进行财务审计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工作，对吧？这只是企业的挂牌。企业挂牌并不能交易，不能干什么，他只能说啊，我是个合格的企业，起码对于这个中心而言，我是一个受过审计过的一个企业，我是合格的，这是一个情况。好，第二个，当企业已经正式挂牌啊，它成为一个合格企业的时候，这时候他才有权利怎么样去申请权证的发行，或者是股票发行，或者是资产发行，或者是任何份额化、证券化的东西的发行。任何交易中心都是一样的，先对企业，才对它发行的这个内容进行再一次的审查。好，我们刚刚讲过，第一阶段是企业挂牌部分。好，它既然已经合格了，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阶段它要做什么？它要进行信息披露。什么叫信息披露？对啊，我的企业已经合格了，我现在正式的向这个交易市场的所有会员、所有的这个交易商，那么我发出一个信息披露，说我准备要进行比如说这个酒吧进行这个酒的权证的包装跟打造，假设那么这个时候信息披露的第一个步骤，就第二个步骤，刚刚企业合格第一步骤，第二个步骤是他要按照这个中心规则来提交相应的材料，受理以后才会有信息披露。就是这个中心受理了它的这个整个过程，那这个受理过程是挺麻烦的，它不是那么简单，我材料递交好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的。它递交完以后要经过的6大专业机构的审查，初步审查，这个基本上不太有问题，但还没有详细这时候这个机构它是不用承担责任，他说我认为它可以，我认为并不代表我承诺嘛我认为他应该有资格来申请，那所有人啪公章盖完了 OK， 那他就来开始进行什么权证挂牌的申请，这时候才真正的怎么样进入到了这一个产品、这个服务、这个证券化的权证化的这个资产，来对它进行正儿八经的审查完毕以后，这第3阶段不是审查完毕了吗？审查完毕以后呢，才对这个权证怎么样进行挂牌。各位，挂牌能不能买卖？还不能啊，它没有上市啊。那挂牌期间它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一级市场的预热，可以做一级市场的准备。这时候他才开始去找什么？找他相关的承销商。记得发行者是不能自己卖东西的，他必须要有专业的合格的承销商或者服务商才能来替他去发行这一些权证，或者替他发行这一些相应的资产或证券。这个是一般正常。比如说我们股票上市，你说企业自己可以卖股票吗？当然不行啊，他没有这个资格来卖这个股票。一般卖股票的是谁？证券商、证券行，有没有发现没有？都只有券行这种有资格的承销商才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这个市场销售承销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看，到了挂牌的这个阶段，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大家可能没有去关注到。当权证进行挂牌以后，是有一个异议期的，挂牌时间要满15天到以上有的是30天，有的是60天，要看资产大小跟这个评估师的还有一些审计单位的这个建议时间来综合。那这个建议时间的综合一般是怎么来做呢？是15天以上然后这个不等时间以下的。那可能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尽调机构我认为他应该15天的公告期就够了。假设我们今天假设那可能里面会有资产管理机构说我觉得应该要有个60天的时间来让大家公告，然后有这个公告期的过程然后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机构认为它需要30天的时间来进行异议期的公告。假设那么根据规则就是去掉最少的跟去掉最多的，然后中间的融合的中间值。我们刚刚不是去掉一个最少的15天，再去掉一个最高的60天，那剩下都是30天，那它的公告异议期就是30天。也就是说
在这30天当中，可能会有人说，哎，这个酒不是他的呀，有没有这个情况？有啊，他这个酒生产的过程当中，他还有原料的钱没有付啊，那是不是属于合法资产？当然不属于啊。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有异议，就会停止挂牌、暂停挂牌，打上 ST 的符号，暂停他的这个业务。看重要公告里面会暂停他的这个挂牌的时效，暂停。那干嘛呢？进行核实，由相关专业机构再进行复查。如果复查结果是，确实人家都是买单买掉的哈，因为有一些他会乱投诉啊，有一些会故意去黑这个企业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叫这个竞争对手，他可能就专门就不让你来上了，他黑掉你的，有没有这种情况？也有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是根据证据来进入到审查委员会，由审查委员这个专业委员来进行判定，他是暂停还是说继续？他是暂停还是继续？如果说有人举报了或者投诉的这个内容，它是真实的，假设他今天是真实的他那个报表是假的他那个当时没有资金，他当时这个原料的钱没有付，假设这个诸如此类，或者说他上权证的这个土地他有2平方是我的，哪怕是2平方这个产权账这个数字是不准的假设，那这个都属于异议期的过程。所以你说上一个我们要上一个权证有那么容易吗？各位，没有那么容易。但是一旦你是合法的，你是合格的，你是合规的，你可能在整个权证市场你的可能的交易的量，或者是你被关注的机会会很大很高所以我认市场它整个我认就是整个权证，它跟传统的这种股票权证不太一样。老师之前在前面的课程也讲过关于在这个权证沦为金融行业的小三，老师喜欢叫他小三，因为可怜巴巴的，这什么都不是啊，也没有被证明但其实他是个老大，他不是小三他是个老大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权证早出现在股票市场前的10年，它已经出现了，只是说当时没有被真正的运用起来，而把这个名词跟这个技术应用到了金融行业里面的附属品曾经在1912年，老师也讲过这个故事在1912年的这个金融市场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欧美国家的股票市场把这个权证拿来做什么？作为一个附属品来送你买股票我送你权证怎么诸如此类，其实它的用途不在这里。这个我们可以去看看前面的课程我们就不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来浪费时间。好，我们刚刚讲到了整个权证的这个挂牌部分的异议期所以这个异议期里面最大角色的专业人士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财务审计师啦财务审计师。所以财务审计师跟资产管理机构对于这一份资产本身的这个审计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你敢作弊，那中心不是专业机构，但中心也会认可，但是一旦经举报查实，那你自己要对你自己承诺的一些事务要负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回过头来到最后整个挂牌时间也过去了，也满足条件了，它才能真正的怎么样上到所谓的2级市场，进到交易盘面进行交易，然后或者是整个权证的买卖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形成，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在这么严谨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会计无非是对账的进出的管控，真实性的复审，财务是对它整个财务的使用计划、未来以及过去的一些审计的工作，然后将这些真实的数据浮到水面，让所有人都看得到的，这就是财务的这个作用跟审计的作用。好，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老师讲的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因为说老师跟大家公告说今天要讲财务因为这个专家有事没法来所以老师就临时凑了一场老师今天办了一场这个临时演员的角色来跟大家讲讲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课程能够了解到财务审计跟会计审计的真实的这个作用
对于整个涡轮市场来讲的话，它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每一个想要来涡轮市场交易的企业，我请你特别注意，你提交的报告跟资料一定要真实，我奉劝大家的，因为你可能现在会尝到甜头，但是在未来被揭出伤疤的时候，你会很痛第二，不要因为说你的企业正在亏本，你就认为我没有资格来上涡轮市场，不是这样的。其实真实的企业数据能够反映出这个企业主或者这个企业自身的这个管理的一个体系。好像我们昨天在专访这个 ISO 的这个黄教授一样，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一个企业要转型，一个企业要通过其他渠道来融资，或者通过其他的渠道来做得更大。首先你的真很重要你这个股东或者是你这个老板或者是你这个企业本身就不够真了，那可能你在未来不论你进了什么市场或者你不进市场，你可能都经营的不是特别的良。好了，今天我们扯了太多的话题道世界什么都聊，今天跟大家聊财务、会计、审计，聊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听一听，或者是重复的听一听，然后老师会再找时间请专业的这些机构来到我们的这个栏目。那么后续的国际商学院也会独立开出一个频道来，专门做这些专业领域的教程还有我们的权证经纪人，还有权证的经纪专员跟经纪师的课程也准备要发售了也准备要开始接受报名，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加入我们国际商学院交易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懂不懂，你不懂你不能去服务人家，这个很重要不要去误人子弟。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赵世界什么都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